楼层不管多少层，建筑学家有3类楼层属于黄金楼层，须知晓。如今这个时代，房子不仅仅是自己和家人容身的地方，现在的房子还关乎到了婚姻、教育等等。在结婚的时候，女方一般都会要求男方家里面有一套房子，不然都不放心把女儿托付给对方。有的好中学也是根据区域划分的，只有在特定区域的学区房，才可以进入到这个中学读书。所以说，现在的房子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。一个家庭能够住怎么样的房子，也代表了这个家庭的收入高低，是其财富地位的象征。但是随着房价上涨，很多人都买不起房子，特别是像北京、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，随便一个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能卖出几百万的高价。为了一套房子，很多人可能要花光积蓄付了首付后，还要还10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贷款。因此，在购买房子之前，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，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房子。毕竟，住得舒服才是买房子的主要目的。有一套好房子是很重要的，不仅地段要好，户型要好，楼层也要好。而现在的房子大多数都是高层，不同楼层之间都有着不同的优缺点，如何选择成了一门学问。有建筑学家就提出，3类楼层属于黄金楼层，想要买房子的朋友，建议了解1、生活便捷的1楼。对于1楼，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楼层的看法都褒贬不一，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。有些人认为1楼看不到什么风景，就和住平房一样，而且每天人来人往，太过于吵闹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1楼确实属于黄金楼层。对于一些人来说，1楼是他们购房的主要选择，1楼的优点也有很多。现在的楼房动不动就达到了几十层，每天上下班都是早晚高峰时期，很容易就会遇到电梯不够用的情况，每天等电梯就要等很久，对于一些赶时间或者性子急的朋友来说很苦恼。而且有的时候遇到了停电，住在几十层高的朋友还要走楼梯，想着就觉得很累。但是住在1楼就完全没有这些苦恼，每天进到楼里就到家，根本不需要坐电梯。就算是停电，对于自己的影响也不是很大，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不能看电视。而且如果有地震或者其他自然灾害来袭，1楼的居民可以很快就逃出到安全地带。对于家里面有老年人或者残疾人的家庭来说，1楼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现在的楼房大多数1楼都会配有一个小院子，一是可以改善小区的面貌，二是可以给那些喜欢院子的人提供一种选择。作为城市居民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子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在夏天，可以种一些花花草草来陶冶情操。如果是喜欢吃蔬菜，也可以在院子里面种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蔬菜。自己种的菜也都是纯天然无污染的，吃起来也更健康。不仅如此，还可以叫上几个好朋友在自己的院子里面聚会唠嗑，也是一件美事。而且一般来说，1楼的房子在价格上面也会便宜很多。相比于其他楼层，1楼在价格低的同时还附带小院，更具有性价比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并没有太多的购房资金，尤其是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，如果便宜10万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。价格便宜代表着可以有着更小的购房压力，如果选择贷款，每个月都分期也会少不少。这对于想买房子却没有太多预算的人来说，毫无疑问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住在1楼的人距离地面最近，每天都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一出门就会到小区外面，通风特别好，如果想要散步也显得十分方便。这样的舒适度和方便度给居住者的健康带来了很多益处。不仅如此，1楼的采光条件也是很好的，可以避免潮湿等问题，每天都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对于身体健康来说也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。2、次顶楼。次顶楼顾名思义就是第2高的楼层，位于最顶层之下。这种楼层也十分受年轻人的喜爱，而且价格也不算特别贵，相比于顶楼来说，少了很多缺点，
却有着和顶楼一样的优点。例如，次顶楼不会像顶楼那样有着漏水的风险，而且冬天特别寒冷，夏天十分炎热，这些缺点在次顶楼上面都不存在。首先，次顶楼最大的优点就是视野开阔。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住低楼层，主要就是因为视线都被遮挡，很难看到窗外的风景。而次顶楼是他们首要的选择，每天在忙碌完一天的工作，下班回到家后，可以透过窗子看到屋外的美景，对于身心都是极大的放松。在自己的放在里面，就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美景。对于很多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，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其次，次顶楼的噪音和蚊虫都很少，不像一楼那样贴近地面，每天都有很多的人来来往往，有着不小的噪音。对于睡觉时候容易被打扰的人来说，一楼的噪音让他们难以入眠。而次顶楼远离地面，那些噪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，每天都很安静，可以提供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。对于睡眠不好的人来说很棒，而且次顶楼也不会有太多的蚊虫。如果是住在低楼层，在夏天很容易受到蚊虫的骚扰，经常在晚上被蚊子叮好几个大包，又痒又吵，让人十分烦躁。而次顶楼由于本身楼面很高，很难有蚊子可以飞上来，也就不会有上面介绍的那种情况。这一点也是很多人心仪的一点，毕竟现在有很多女生都特别害怕各种各样的小虫子，如果家里面容易招虫子，无疑是对他们生活品质的巨大打击，会让生活品质急剧下降。对于一个害怕小虫子的人来说，如果家里面容易招虫子，那么他的随时都会小心翼翼，生怕在哪个地方钻出来一个小虫子，想想就觉得很累。所以，对于害怕蚊虫的朋友来说，选择一个楼层相对较高的房子，也是很好的一种选择。最后，次顶楼同样有着采光好的优点，因为楼面很高，每天太阳一升起来就会照射到房子里面，采光很好。可以试想一下，每天早上起来拉开窗帘就可以看到温暖的太阳和美丽的城市景色，是不是一种很好的事情呢？但是次顶楼虽然属于黄金楼层，也有不少的缺点，例如电梯问题，次顶楼的楼层也很高，如果遇到了电梯故障或者早晚高峰时期，很容易把人堵在外面。这一点来说，次顶楼和一楼就有很大的区别。面对很多自然灾害，次顶楼逃生也会显得十分困难。最主要的是，由于次顶楼的楼身很高，水压就会很小，遇到做饭的高峰期，用水量增加的时候，会出现出水量小的问题。总之，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，上面那些缺点如果可以接受，次顶楼无疑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3. 中层楼。中层楼指的就是那些6到7层高的楼，这类楼各种特点都比较均衡，既没有太大的缺点，也没有太多的优点，居住起来也很合适。对于中层楼来说，并不是特别高，如果电梯坏掉或者遇到了停电的情况，走楼梯也不会太累，毕竟只有6、7层，相比于顶层楼来说，中层楼的高度适中，同时也不需要担心水压不足等问题。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的家庭，如果家里面的老人不喜欢1楼的喧闹，对于高层来说，上下楼也很不方便，那么中层楼无疑是一种好的选择。中层楼也有着不低的高度，可以有效的避免因为噪音而睡不着。相对来说，中层楼可以让人更加舒适的进入睡眠，而且也不需要安装防盗窗。采光和空气方面，中层楼也有着不错的表现。但是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中层楼的价格普遍偏高，如果预算充足的话，是可以考虑的。结语，不管是几层楼，都有着自己的优点与缺点。普通人买房子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甚至毫不夸张的说，一个房子就关乎到了自己后半生的幸福与否。因此，在选择房子的时候，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功课，根据自己的需求，精打细算，选择一套适合自己的房子。而专家也给出了一些建议，上述的3个楼层被誉为黄金楼层。次顶楼有着很好的私密性和采光，
一楼有着开阔的地方，还带有一个私人小院。中层楼结合着它们共同的优点，但是价格偏贵。如何选择，最后还是要看我们自己的需求。希望大家都能够选择一套让自己十分满意的房子。